也没有过那种感觉？面对一件重要的事情，明明怀着满腔热血，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最后忙得晕头转向，结果还不如预期。其实不只是你，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而《怎样做成大事》这本书，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些烦恼而生的。它不像一般的理论书籍，满篇艰涩难懂的词汇，而是用一个个精彩真实的案例，诙谐幽默的语言，把做成大事的方法和逻辑清清楚楚地摆在你面前，就像是一位老朋友坐在你旁边，用轻松的语气分享住自己多年摸爬滚打的宝贵经验。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听世界。一提到澳洲雪梨，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雪梨那座超级有代表性的雪梨歌剧院吧。这座设计超前卫的表现主义建筑，凭借住独特的艺术魅力，早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了。但你知道吗？从专业的项目管理角度来看，雪梨歌剧院的建造过程其实是个超级大失败案例。原本规划5年就能完工的项目，最后竟然拖了14年才落成，造价更是膨胀到原本预算的10几倍，真的让人超级震惊。雪梨歌剧院的翻车绝对不是偶然了。这本书的作者透过研究大量大型项目发现，像雪梨歌剧院这种大型项目，最后能够不超预算按时完工，还能达到预期收益的比例低到吓死人，只有 0.5% 而已。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解这些大型项目的成败对我们一般人有什么用啊？这其实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取名叫怎样做成大事，而不是怎样做成大项目的原因哦。大这个概念其实是相对的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装修一套新房子，甚至只是翻新一下厨房，都已经算是人生中的大事了。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确保项目按时、按预算顺利完成呢？如果在开始一个项目之前，能够好好研读这本书，从这些大型项目的成败经验里面学到教训，说不定就能避开好多不必要的雷呢。这本书的2位作者背景超级厉害哦。傅一边是牛津大学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项目管理专家，他深度参与过大型项目从前端规划、交付到失败救援的各个阶段。另一位作者丹·加德纳则是渥太华大学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研究生院的荣誉高级研究员。怎样做成大事这本书一出来，就凭住超有深度的境界和超实用的方法论，拿下了《金融时报》《经济学人》2023年度最佳图书奖，真的超值得一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型项目常常失败呢？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项目周期太长，导致黑天鹅事件发生的风险大增。所谓黑天鹅事件，指的就是那些很难预测，一旦发生就会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这些事件在自然、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可能出现。我们可以把项目持续的时间想象成一扇打开的窗户，窗户打开的时间越久，黑天鹅事件跑进来捣乱的机会就越大。所以要降低风险，关键就是要缩短项目周期。而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慢思考、快行动。一个项目的推进通常可以分成计划和建设2个阶段。慢思考指的就是在项目计划阶段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好好思考、规划，这样一来，到了建设阶段就能够快速、有效率的推进了。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迪士尼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他们就是慢思考、快行动模式的最佳典范。皮克斯推出过《玩具总动员》《超人总动员》《灵魂急转弯》《脑筋急转弯》等一堆叫好又叫座的动画电影，根本就是电影界的传奇啊！在皮克斯，导演可以花好几年的时间，慢慢打磨电影的开发阶段。虽然前期投入看起来很大，但跟电影正式制作的成本比起来，其实也不算什么了。皮克斯坚持在计划阶段做足充分的模拟，只有通过严格测试的项目才会进入建设阶段。既然慢思考、快行动这个方法这么有效，为什么大多数项目还是做不到呢？作者分析，这其实是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就拿五角大楼的建造过程来说好了，作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单体办公楼，它一开始的建设计划可不是现在这样哦。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美国陆军分散在华盛顿特区的好多栋小办公楼里，急需一座大型总部大楼。项目负责人萨默威尔准将是个超有经验的工程师，很擅长快速推进大型建筑项目。他接到任务后，马上带着团队选定了阿灵顿农场这块不规则的5边形地块，还把大楼设计成5边形。
为了追求速度，他甚至顾不了建筑美观不美观，只用了1个礼拜的时间，就说服陆军部部长和总统批准了计划。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计划盖下去，五角大楼肯定会变成世界上最大却也是最丑的办公楼。还好后来有反对者提出了更好的选址方案，距离原来地块只有 1.6公里的军需仓库，不仅能满足技术要求，还能优化建筑设计，降低成本。那为什么萨默维尔的团队和审批的人都没发现这个更好的方案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太急着做出承诺，锁定方案了，这种心态让他们根本没仔细去推敲方案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且萨默维尔在说服上级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策略性虚假陈述的问题，作者把这种太早锁定决策的行为叫做承诺谬误。除此之外，项目一旦启动，大家还很容易陷入沉没成本谬误，就算发现项目有问题，也会因为之前已经投入的成本而很难做出终止项目的决定。那要怎么避免陷入快思考慢行动的困境呢？作者建议我们可以试试以终为始的思考方式，从项目最终的目标出发，反过来思考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目标。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西班牙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的过程就是这种思维的最好例子。一开始当地政府希望盖里改造一座废弃的葡萄酒仓库，把它变成美术馆，但盖里没有急住答应，而是先问清楚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在知道政府是希望透过美术馆吸引观光客，振兴当地经济之后，他评估发现，在旧仓库的基础上改造很难达到这个目标。最后，另外选了河边一块废弃的工业区，打造出一座超级有颠覆性的地标建筑，成功吸引了大批观光客，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接下来，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下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计划迭代法。一部动画电影的诞生，通常从一个超有趣的创意开始，导演会先写出大纲，再交给由导演、编剧、艺术家和高层组成的审核团队审查，通过了才能进入剧本创作阶段，而且剧本通常都要经过好几轮修改。剧本确定之后，导演会和艺术家团队合作，把剧本画成故事板，再做成模拟视频。这个过程通常要花上3、4个月的时间，但这还只是慢思考的开始而已哦。模拟视频做好之后，电影制作人会进行超严格的审查，提出一大堆问题，通常第一次放映之后，大部分内容都会被推翻。接下来就是不断重复修改剧本，画新的故事板，制作模拟视频的迭代过程，平均要经历8次这么多。皮克斯就是透过尝试、学习、再尝试的模式，利用模拟和迭代，制定出超有创意又严谨可靠的计划，为项目顺利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了，也有人会质疑做这么详细的计划到底有没有用，觉得计划太多反而会限制行动，尤其是在需要创造力的领域，灵感本来就很难提前规划，而且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在做计划的时候，大家常常会犯计划谬误，低估完成任务需要的时间和成本。举个例子，周末在家加班，结果最后完成的工作量比预期少很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估算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过去的经验，只想到最理想的情况，完全没考虑到可能会冒出来干扰我们的因素。认知科学家侯世达把这种现象总结成侯世达定律，不管你怎么仔细考虑，实际花费的时间永远都会比预期的更长。那要怎么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关键就在于锚定和调整。就像普利策奖得主卡罗写书的例子，他一开始用写新闻报道的工作节奏当作锚来预测写书的进度，结果偏差超级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参考和他计划写的书内容类似的作品，把这些书的创作时间当作锚，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调整，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预测。除此之外，重视过往的经验，采用成熟的技术，还有组建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也是提高项目成功率的关键。像帝国大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建筑师威廉·兰姆坚持使用已经验证过的成熟技术，采用可以大量生产的部件，再搭配一支超有经验的施工团队，让这座传奇建筑能够快速完工。反过来看奥运会项目，每一届奥运会都由不同的城市承办，承办方通常都缺乏经验，而且为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量，常常追求新奇独特，不愿意采用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设计方案，结果导致成本失控。像是1976年的蒙特娄奥运会，就是因为过度追求独特的体育设施，最后成为奥运会超支记录的保持者。蒙特娄所在的魁北克省为此背了30年的债务，真的超级惨。
还有加拿大政府采购破冰船的例子，为了照顾政治利益，选择了本土经验不足的公司，结果造价从原本预期的26亿加元一路飙到72.5亿加元。西雅图政府为了打造世界最大的隧道，还特别定制了一台世界最大的隧道掘进机，结果这台花了8000万美元的机器，才挖了300公尺就故障了，后续工期和成本都严重超出预算。这些失败的案例都在提醒我们，如果想要提高项目的成功率，最好优先选择已经被成功验证过的设计方案，采用现成的成熟技术，并且雇佣有经验的团队，不要急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尽量避免使用新技术和新手。完成了慢思考阶段，制定好完善的计划之后，就来到快行动的环节了。快速行动的关键在于模组化建设和打造一支目标一致的团队。模组化建设就好像在玩乐高积木，把一个大项目拆解成好多个小任务，透过不断重复建造小模组，最后完成整个大项目。其实制造业早就广泛运用模组化生产了，像是汽车制造，就是先生产各种零部件，再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汽车。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成本，也方便不断改进和优化。以卫星制造公司 Planet 为例，他们做出了只有10公分见方的低成本卫星模组，把3个模组拼起来就能组成一颗鸽子卫星，不仅制造周期短，成本也超级低，就算发射失败，也不会让整个项目破产。现在 Planet 的公司已经成功发射了几百颗鸽子卫星，组成了卫星群，在气候监测、灾害应变等好多领域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所有项目都有模组化建设的潜力，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就像帝国大厦，它的地板设计就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部分，这其实就是模组化的体现。除了模组化之外，一支目标一致、能够高效合作的团队也超级重要。以伦敦希斯洛机场5号航站楼的建设项目为例，这是一个要在机场正常营运的情况下推进的超大工程。英国机场管理局采取了3个超关键的策略，确保项目顺利完成。第一，他们运用类似皮克斯迭代法的方式，在电脑上对项目进行了无数次的模拟。第二，采用和传统方式完全不同的模组化建造方法。5号航站楼的工地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建筑工地，但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组装场所，各个部件都在工厂里做好，再运到工地组装。第三，全力打造一支互相信任、能够高效合作的团队。这个项目团队成员来自各种不同的组织，包含了各种专业的人。为了凝聚团队的力量，英国机场管理局主动带领整个项目，分担风险，协调各方冲突。管理层彼此都很熟悉，之前也有合作经验，一开始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同时，管理局还透过强化团队的身份认同，像是张天我明白了，我是为5号航站楼工作的这样的标语，改善后勤保障，还有鼓励工人参与设计讨论等方式，让团队成员目标一致，合作无间。最后，5号航站楼不仅按照预算和工期顺利完工，还比预定日期提前3天开放，真的超级厉害。怎样做成大事这本书凝聚了作者几十年的实务经验和研究成果，很完整的揭示了大型项目成败背后的规律。不管是规划人生中的大事，还是处理工作上的项目，书里面的智慧都超级实用，能帮助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路上少走很多冤枉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真的很推荐大家找时间好好读一读。宝子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超希望这些内容能给你超棒的启发，说不定还能在生活里派上大用场哟。要是觉得超有料、超值得，拜托动动手指来个1键3连了，让更多人也能跟上这波超赞的知识浪潮。下一期的听世界，咱们继续钻进好书的世界，挖掘更多超宝藏的内容，说定了，等你不见不散哟。